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。 渐入纸，举中指，散如雨，步步现重影。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中计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证。 九弟今日在朝会之上，很是威武。杀朔漠王的事，是我擅自决定。可显然你也不会悔改。从小到大，你可曾听见我说一个悔字？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拦你。拦也无用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有件事先办了吧。 你母亲的牌位可以入谢氏祠堂。你说什么？九弟，你不是一直想你母亲入宗祠？如今时机正好，你也可以入族谱。你和你的母亲，往后就是名正言顺的谢家人。 不必了。名正言顺谢家人的身份，全族的认可，这些你都不要了？我曾经一直以为，此乃我毕生所求，但是现在，现在如何？我母亲不需要谢家香火的供奉，我也不需要谢家族谱的认可。 更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。我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这一足矣。看来九弟经历这一遭，确实跟以前变得不一样。既你心意已决，也罢。谢三，5年前。 你给我签鸡然蝎饮的时候，你可知道，吃了这药会死？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，有回阳救逆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九弟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是我的弟弟，我自然要关心你的行踪。
此次前来找你，就是要接你回家。不必了，这云中郡，风里来，沙里去，靠本事活着，挺好的。公子好心护你，已经这般不识抬举，你当真以为楚灵信得过你？他若知道你是谢家人，你还能留在边郡？老头不会的，他只在乎我能不能提刀杀敌，能不能守好这云中郡。至于我姓谢还是姓傅，他不在乎。楚灵手握20万边军，他若想动你，你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当真要动，我本就一无所有，何惧输赢？看来这就是你的选择。若我说不迟，你可信？谢燕来这小子先斩后奏，怕是惹恼了谢艳芳吧？错了，谢艳芳根本不在意谢燕来是否先斩后奏，她养的狗太多了，偶尔一只叛主，也属正常。那他在意什么？谢燕来连立战功，在军中威望正盛，再这样下去，与谢艳芳的声望可谓此消彼长了。这才是谢艳芳绝不能允许的事情。看来谢家要起风了。谢三公子何许人也呀？以他的博弈之术，怎会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？此事必然还有转圜之机，我们也无需操心旁人。今晚的家宴可准备妥当？太傅放心，都已备妥。说好的100两黄金，怎么只给50啊？小崽子若不是谢家的种，值得老娘赔半条命生他。就这一夜的风流，哼，能得50两黄金，我看啊，那都是你占了便宜。你说那孩子就算再是谢家的种，那他也不过是一个私生子，你当啊是养状元郎少爷呢？赶紧把那孩子给我送回去啊，别耽误了我晚上的生意。娘，儿啊，你长大了也该懂事了。这谢家才是你的福地，以后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就行了啊！哎，我说你这孩子你看啊，娘不走，放手好不好？娘去买几匹料子，给你做新衣裳。娘真的不走，你看这天色不早了，一会儿不装该关门了啊！哎，乖。这便是九少爷吗？哎，是，你看都是少爷了，怎么能穿这么破烂呢？娘去给你做几件新衣裳，你等着啊。哎，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随便你们爱怎么叫怎么叫好了。娘，好久不见。小时候，我
我以为你去买衣裳了，便在谢家的台阶上一直等你，从早等到晚，等到糖葫芦都化了，新衣裳终究是没有等到。后来，他们骂我是寄生子，说你是下贱人。我拼命读书，拼命习武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苦，我都不觉得苦。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，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谢家人。我希望他们可以高看我一眼，我也希望有一天，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谢家祠堂。为了这些，可以忍辱，可以拼命，就算是做谢家的鬼，我也觉得比飘零的富酒要幸福一些。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一天我出息了，他们就不会再轻贱我们。可原来你早就不要我了，对吗？可我从未恨过你，直到现在，我也未曾恨过。你生我时疼过，养我时难熬过。或许在你离开我的那一天，也曾咬牙哭过，对吗？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在这世上，不是所有的事情只要争口气就能换来的。娘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他叫阿昭，是他让我明白，谢家的身份没那么重要，我就是我，也是您的孩子。阿九，不要难过。说来奇怪，从前的谢雁来，应该不屑，也不要这些无用的安慰。但是如今的阿九，应该很需要听到这句。不要难过。以前不要，是不敢要，也是要不到。谢家的身份，至亲至爱，都求而不得。所以只能假装自己不屑，这样心里的痛楚和不堪才能减少一点。但现在不必这样了。是啊，不必如此了。我已经知道我是谁。无论是谢雁来，还是傅九，我就是我自己。你是我的阿九。人生在世，能有选择的自由，
也是最大的快乐。你现在这样很好，可你如今处处被掣肘，若杀朔漠王，困局可解。那是我的困局。你要杀朔漠王，为何不提前与我商量？不需要商量，你定然不会让我去的。我阿爹和朔漠王缠斗数十年，你可知杀朔漠王？阿昭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这次就让我为你做一些事吧。我阿爹说，铠甲是军人的第2条命。以前你从不穿甲，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条命不值得护。但是现在，我要你穿上它。我要你知道，有人等你活着回来，就像当年我阿爹带你活着走出大漠一样。断肠苦事残烧，嫌你朝，偏要趁云霄，摘下傲骨悬你发誓对着我阿爹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以楚将军的铠甲为证，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此生不死，必当归还。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现来近来形势愈发不受控制，今日竟在朝堂上公然立下军令状，誓要诛杀朔漠王，惊得群臣哗然。它本就不是笼中鸟，如今翅膀硬，自然是要飞。那个人回来了，已知楚都，听闻近来在边郡军中威望甚高。那就好。看来是时候让下一位将星登场了。梁公子回来了！梁公子回来了！快！梁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哎呀，什么梁公子，现在是梁将军，地下清风的游击将军呐！您是？哎呦，梁将军，我是您黄大哥呀！梁将军，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一声？兄弟们要十里相迎啊！是啊，说的对，就是咱们梁府的大英雄啊！别在这站着了，咱们进府吧。上，来，请里边请。爹，
我任将军不过半日，梁府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，像是突然之间冒出了许多亲朋故友，他们热情地招呼着为再见的我而热泪盈眶，但其实我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。但无妨，很快，全楚都都会知道，梁家将因我而光耀。殿下这蜜馅儿都快溢出来了，甜的齁人，是给谢统领，哦不，是给傅九将军备的吧？他这一趟着实让人忧心，要不然我给他起一卦吧？不必，他从来不信命。寨子的信，萧南郡商队的旧档查到了。果然，魏家村大火前3月，这支商队曾接到6次。殿下怎么突然查多年前的旧案？阿九查到了，魏家村大火因火油而起，火油很可能是朔漠借萧南郡的商队运送。从这旧档来看，萧南郡商队接到6次，每次运送的货物却寥寥可数，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做生意的商队应该有的样子。一定另有所图。图什么呢？魏家村除了几十口村民，就剩周遭这荒山野岭了，能有什么是他们要图的？看来阿九说的没错，朔漠勾结萧南郡火烧魏家村，目标其实就是苍木寨。确切地说，是我娘。揭开我娘朔漠女将的身份，就是对付我阿爹最好的武器。一旦事情暴露，边军军权必当易主。这对萧南，对朔漠，都是好事一件。既然萧寻父子不惜与虎谋皮，那就让他们尝尝被野心彻底反噬的滋味。为何要约在这儿？因为阿昭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但长公主不方便，多放了饴糖，更甜。你做的？嗯。那不吃也很甜。阿九竟也学会说情话了。我会的，比殿下知道的更多。不许不吃，连夜做的呢。第一次见你穿铠甲，当真少年将军，英姿勃发，
怪不得云中郡的女娘说你好看呢。云中郡的女娘没你说的好听，长得没你好看。你别忘了答应过我什么。忘不了。等我回来，我把它还给你。还？完璧归赵，连人带家。你若不信，口说无凭，以此为证。狂随成结义，探掌心谁的蝼蚁？提起踏过烽烟的归墟，借长风撞破晨曦。斑斓的生命，浸润着泪滴，翻涌着黎明。燃烧直到全都枯萎，用疼痛赞美，给夙愿机会。奔赴最透彻的粉碎，送余生奉陪，纵思念成灰，也无畏。徘徊在尘世。阿昭，你本就应该是这样，翱翔9天之上，而我只需倾力托举。以伤痕到位，唤醒花不坠。奔赴在不时的结尾，写一场梦醉，爱转可年岁，尘封悲。阿唐，你特意来见我，这是要去找伯父伯母了吗？阿昭，我原本以为像你一样，在朝堂上翻云覆雨才是真正的痛快，可看透了那些明枪暗箭，我才发现，当英雄啊是痛快，但或许并不适合我。我从小就想嫁个好男人，在自己的后院过一辈子相夫教子的日子。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，是因为阿昭你，让我知道，身为女子，原来可以做这么多事。即使我无法居于庙堂之高，但江湖之远，总能出去瞧一瞧的。来，这几日文会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原来让那些像我一样的姑娘们有机会崭露头角，比我自己出风头还让人欢喜呢。所以我就想着把文会带到别处，让更多女子知道，她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她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那这江湖可要因你而精彩了。
大人就这么让谢燕来走了？傻孩子，这朝中想杀谢燕来的人可太多了，根本轮不到我动手。哦，比如呢？你怎么忘了？谢家那位名动天下的君子了。大人是说谢艳芳？若是朔漠王的头那么好砍，楚灵在边军20年都做不到，他谢燕来行？假设谢燕来当真做到了呢？那就更不能留了。一条为自己马首是瞻的狗，连续2次违逆自己的主人，谢艳芳更不能留他。谢燕来在谢家已经是一枚弃子了。又想算什么？想给将军算算，哎呦，想起殿下告诉我，将军不信这个，那就别多事了。可是前路艰险，而且殿下发过誓，一日为长公主，便一日不成亲不生子，不让长公主之权旁落任何人，也不应己任何人。若有违誓言，我是怕殿下若真陷进去，日后应了誓。那就更别算了呀。谁说殿下就不能爱了？那倒也是。俗话说，天地姻缘一线牵，情之一字，最是强求不到，却也最是避无可避啊。但社稷在前，黎民在后，这些都该重于儿女情长。可是若连自己的心都要禁锢，那与提线木偶有何区别？区别就是木偶身不由己，而我拥有选择的权利。他为我赴战场，我便守好朝堂。这江山我会守护，还要让他固若金汤，才能护我所爱之人周全。这便是我的选择。自上次望城经历围困后，城中百废待兴，朝中十分重视，于是筹划开通望城商道。商道既已开，当设市舶司监，掌管商事。此职需精通边贸。谢大人既有人选，不妨各见贤才，请陛下圣裁。臣举荐谢氏门生赵肃，精通边贸商路。臣保举太傅门生周明，曾掌禾草转运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陛下与长公主圣裁。太傅与谢卿皆为古宫之臣，门生各有所长，不如共掌如何？太傅门生周明精于财税，谢卿门生赵肃通晓边贸，二人互补，正合其用。估准了。你周明、赵肃统管边贸税赋，通关勘核。本宫有一补充：望城商道运输事关边防，本宫提议，特殊货品需经由本宫审批方可运送。长公主所指的特殊货物是火油。世子，楚昭那边不知从哪弄来萧南郡旧年的运输账簿，今日早朝竟当庭奏请，
往后火药调动，须得经由长公主批准。他又是从何处知晓此事的？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？赵部之事，不得再出任何纰漏。世子，处长那边盯我们盯得太紧，我们实在是防不胜防。他接连出招，不过是想逼我自乱阵脚。火油一事，姑且作罢。你去派人紧盯太傅府，有任何异动即刻来报。邓毅如今是我们最后一步棋了，绝不能再有任何差池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啊！长公主着令穆小曼为拱卫署指挥使。殿下今日在朝堂提起火油，恐怕萧巡内司就快坐不住了。我就是要让他慌不择路。你看，才过了3个时辰，他就派人去了太傅府。他找邓毅，邓毅自己都泥菩萨过江，被谢艳芳摁着打。所以邓太傅在想办法。太傅家宴请的25人，全是国尉、都尉、军司马这般的实权武将。他一个文臣，倒是会挑人。他怕了。谢艳芳手握兵权，本宫掌握着边关铁骑，他总要找几条会咬人的狗，才好在这棋盘上不被踢出局。这是25人的随从，里面包括随侍小厮、护卫车夫，共有72人。哦，对了，新任的游击将军梁强也在太傅家宴的邀请之列。他在边关之时，晋升显然不比常人。那会儿我便猜他背后定有支持，原来是太傅，倒是会选人。邓毅为何会选梁强？他那时不过是望城的一个小兵罢了，毫无根基。正因为他是小兵，才更渴望不择手段地往上爬。何况，他可不是普通小兵。三皇子一案牵扯甚广，梁家本是世家，却因错头而遭满门流放。他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，沦为边关小卒，心中岂会无怨无恨？有怨有恨，便会有野心。不错，这样的人，只要给他一丝希望，他便会死死抓住，甚至不惜与虎谋皮。原来这朝堂之争竟有这么多学问，我可得跟着殿下好好学学。殿下，你尝尝我熬的茶吧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太傅家中以及这25人家中的人丁关系，但因为时间仓促，不太详细。家中有马4匹，车5辆，连院子里有几棵树都写上去了，这还叫不详细？小曼，原来你除了会打仗，做其他的事也这么厉害，是我要向你学习才是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我之前在仓木寨的时候啊，动手前还要踩点，家里有多少口人，门窗在哪儿，库房、车马等等，这些都要查到的。原本以为你做不来这些，是我小瞧人了。太傅宴席上所谈窥探一多半，也都写下来了，但有些机密的话，咱们还没能有机会接触。才开始做这些事情，不用急，慢慢来。你如今是率领700人的拱卫署指挥使，是奉本宫之命监察，行事隐匿是为了不惊扰大家，免生不必要的祸端。但如若被发现，也无需退避。明白。另外，成立拱卫署，除了让一部分龙威军光明正大供你统领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监控有关边军的一切动向，务必及时告知于本宫。殿下这么做，其实也是为了帮谢燕来吧？想给他扫清杀树木王的障碍。
断肠苦事残烧，嫌你朝，偏要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与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去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